今天呢要你下来呢，是想要问你，你的耳朵犯了什么毛病？我的耳朵是睡醒了之后就听不到了。然后你有没有立刻去看医生？我跑去看家庭医生，那么家庭医生叫我马上去看专科。那你看专科医生，那个专科医生跟你做了什么呢？专科医生检查我的耳膜，有没有破洞，有没有感染，那么我自己担心，那个血管有血管破，那么要求医生给我去做 MRI，那么 MRI 的结果是我的耳朵血管没有问题。就是医生怎样说呢？医生就是给我另外一个 appointment 再去看他。那个是什么时候？那个是那个 appointment 就是慢了1个月。1个月之后。1个月之后再去看医生。那1个月之后怎么样呢？那个医生又是同样检查我的耳朵有没有破洞，有什么东西。那么又是给我 appointment。什么时候呢？那个 appointment？那个 appointment 是半年之后。半年之后。那一段时间你一直去看医生，你忽然间那个一个耳朵就是你的右耳忽然间听不到，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说你听不到有什么问题呢？除了说听不到。因为我是需要听人家讲话。我的工作我一定要听到人家讲话。所以你就忽然间听。那你另外一个耳朵听得到吗？但是，当人家在我听不到的耳朵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没有知觉，是很不行的。OK， so 医生给你1个月后的 appointment， 然后再给你6个月后的 appointment。6个月后的 appointment 看的医生怎么说呢？医生说我的耳朵聋掉了。你的耳朵聋掉了。那医生有没有说你耳朵聋掉了要做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有没有再给你 appointment？ 他再给我半年的 appointment。再给你半年的 appointment。那你那时候怎么办？你又听不到，你又听不清楚人家讲话。那么就是在报纸上面有广告，那么你们说你们的助听器可以帮忙听不到的人，所以我就抱一丝希望跑来试试看。那你来的时候，我还记得，我就是跟你说，你这个耳朵是忽然间听不到的，你戴上这个助听器，不是立刻你就听得到，就是你刚刚开始是听到声音，然后慢慢你才可以听到人讲话的声音。我戴这个耳机的时候，其实第二个星期也是听不到东西，那么后来慢慢才听到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。然后差不多多久你才开始觉得自己耳朵越来越好呢？我是在戴了耳机差1年多后，那么有一个偶然的情况下，我开车，那么我发觉我的耳朵开始听到声音，听到音乐，然后你就立刻回来。
我听到音乐的时候，我就是比较频繁的回来你们的中心，再一直调整耳朵，调整。然后调整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听到人讲话的声音？差不多是2年了。差不多是2年。差不多是2年哦，才可以开始听到人讲话比较清楚的声音。所以那时候，当初2年前医生跟你讲，可能是3年前医生跟你讲，你那个耳朵聋了，到你3年后，你慢慢戴那个助听器，你重新可以听得到，那种感觉，你现在觉得那个心情感觉是怎么样？对我来讲，因为听东西是很重要的，如果听不到东西，我就会丢掉我的工作。所以能够听到东西，我是非常非常高兴。OK， 然后你现在戴这个助听器，当初那时候翻耳朵听不到的时候是在你的右耳。我们做那个耳朵检查，你的左耳是有轻微到中等听觉的问题，你应该是戴的那个助听器1年之后，你才戴另外一个耳朵的助听器。是的。就是说我2个耳朵都有问题。那么因为你助听器很贵，所以就戴一个试试看。那么当我是聋掉那个耳朵开始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你们中心介绍说，试试看戴另外一边耳朵可能有帮助，会把声音的效果提高。那么我就试试看，结果是很好，我配了左耳的助听器，我听的声音就平衡了。真的有听得更清楚。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戴2个助听器了啊。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右耳，当医生跟你说你完全听不到，你刚刚戴耳机你是没有听到声音的，你是抱着什么的心态，就是每天你都会带着那个助听器呢？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听到声音。OK， 现在呢就是想要问你，如果你当初你是没有想到要配助听器，因为医生跟你说你的耳朵都聋了嘛，你没有配助听器，或者是你配了那个助听器，你一开始你听不到声音，你放弃戴那个助听器，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会有怎么样的不一样？就好像刚才我说的，因为我需要听到，我的工作是需要听到人家讲话。而且我听不到人家讲话，我就会丢掉我的工作。所以说你当初如果你没有坚持下去，或者是你没有想到要试试看戴那个助听器，你今天就可能丢掉你现在这一份工作了啊。所以到最后所说的，戴这个助听器要有耐性。要有耐心，真的是要有耐心。不要一开始就说没有那个效果你就放弃。而且我是很谢谢你，你很有耐心，帮我慢慢调到那个声音我听得到，非常谢谢。我也是很感激你有听我的忠告。OK， 谢谢。